这一期呢，就是做一个推荐画师，那还是一样要叠一下甲。当然，我很清楚这位老师的知名度根本不需要我去推荐还是怎么样。但我想的是，可能我的受众群体都偏比较新手。不一定，就可能可以分享我看到的画师，还有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个画师是我在学习阶段才知道的一个画师，我非常的喜欢他，不管是他的作品和人为处事，还有对待画画的心态，就非常的棒。我不确定这次会不会说错话还是什么的，就是大家还有老师的粉丝，就是阿弥陀佛，不要弄我，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做这个视频。我第一次看到老师的图的时候，就是这2张画，就感觉非常的冷艳，就人物好像没有灵魂一样。当然，这里说的没有灵魂是褒义了，而不是贬义了，就感觉不像是人类，好像其他那种比较高贵的种族。但是感觉这个画又有故事，哟，真的很屌啊！我靠，到底为什么可以画那么厉害？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不好的意思，就是好像感觉老师画的图的人物有天野喜孝老师的那种感觉，也可能是我自己井底之蛙，看的画师不够多，所以各位不要弄我我怕。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时候分享的画师就是阮家，噔，对。没有错，是阮家，不是袁家，也不是罗家，也不是柔家，是阮家 RUAN 阮家。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些以前的同学他们会说袁家，就哇哦，哎呀，这个视频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就想到哪里讲哪里吧。我就尽可能的带一下老师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些经历，资料都是网上的一些讲座收集来的。对，阮家每一年都会有直播。连我每一年都没有错过，期待2025年呐！这边先放一下阮家老师早期的作品，是08年到11年之间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偏比较透明，然后自发光，然后好像水彩一样啊。这个是老师自己说的啊，但是这个形容也很贴切啊。你可以看得出，他早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其实风格差别还是蛮大的。但还是能看得出他作品的气质其实一直都很像，就是我前面说的非常的冷艳，然后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阮家老师画了很多龙，而且画的都非常的赞。那来看看这个时期老师的风格特性，这个时期的刻画就没有什么笔触，就是比较光滑那一种，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很透明的颜色，整幅画你就会觉得很通透，它暗的地方不会去到很黑，然后又会玩很多颜色，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暗的地方它会做一些自发光，可以注意看我标的点，对吧 ？get 得到了吧？再来一张更明显的，这一张就可以看到很多明明是暗的地方，但是它会用一些比较亮，然后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对吧？但是还有很多很细微的我没有标出来啊，你就可以自己观察。这一张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的细致，当然我就不用标了吧，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啊。我继续往下看，这一些就是原创。对，就是我觉得鉴赏也是一种能力，审美也是需要锻炼的，应该都能看得出这个风格的共通点吧，就是像水彩一样半透明，然后自发光。然后老师其实以前是初中毕业，然后学习了1年的素描，然后跑去学习了3D， 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原画不是那么好找工作，所以为了维生就是学习了一个3D， 然后进到了游戏公司。虽然内心还是想要画原画，干了差不多7年，然后在2007年因为一个契机转入原画设计师。在期间其实老师就是挤出时间来画画，所以就是说你想要进步根本没有人拦得住你了。在这个时期其实老师就是有一个习惯，什么特效啊什么东西啊都是用画的，元素也好材质也好都是用画的，这也影响到他后期画的东西全都是用手画的，就是不会贴什么照片啊还是怎样，因为他用他的口吻说就是可以控制各种东西的走向，你不管是材质的反光也好还是火焰的走向也好，他都可以控制，就是随心所欲掌握画面。然后到了11年和13年期间，我不知道这个顺序有没有错乱啊，大家想看大图的话可以去阮家老师的官网看。这个阶段老师的画风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变厚重了。哎呦，我很纠结啊，图太多啊，我全部都想放，但是好像塞不下哇，如果你看这一张，哇，这感觉真的超屌，那一种冷艳感，然后整张图就是那种灰泥的感觉，真的太屌了。然后再接着说，老师一直对国外的游戏很向往，然后在网络上有发一些图，不懂是不是 ArtStation 啊，就是08年的时候，他在加拿大那边收到一个游戏公司的邀请，
然后大概做了2年，就跳槽到了美国激战2的游戏公司。激战2的话，大家应该就看过很多图，就是很多龙啊那些。然后这一张月之轮回，老实说他画了有1年多，就是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内，然后画了1年。这一张真的绝了，应该是蛮多人的启蒙插画。偷吸一口，哦耶，感觉自己又进步了一点。这一张是激战2时期画的一个草稿，然后因为这张图好像在圈子里面有一点小风波然后老实说，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的图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厚重，没有那么单薄了。我们直接来做个对比，可能会比较直观。这个样子看应该就很明显了吧？整幅画的重量就感觉不一样了。然后老实说，去到了加拿大以后，整个眼界就打开了，进入到一个国际的团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然后被那里的美术熏陶，然后就觉得自己弱爆了，就各方面的能力。他虽然还是很喜欢自己创作的题材，但是可能自己的技法和能力还是技术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弱。然后他深刻的体验到，就是不是体验，就是感受到一个厉害的人，他们能力厉害的话，他画什么都能画。就是你做项目，你做什么项目都可以，好像阿猫阿狗打架你也可以，然后那种最终幻想你也可以，怪物猎人你也可以，画动物、画场景、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行。然后现在放的话就是一些激战的一些图，就是我参放啊，就是可以看一下。然后老师在这段期间就是做了各种的练习，就是acrylic 啊、油画啊、水彩啊，然后各种传统的艺术，就是从根基打起，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然后怎么样。然后其实他微博上有一个照片，就是各种工具，就是画画的工具。对，这些图很多，就是如果喜欢画概念设计啊，或者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老师是怎么构图的，然后怎么创作的，就很多方面都很厉害，可以吸收养分，真的屌的鸭皮。刚刚前面不是有说到嘛，老师画什么东西都是用画的，就不会用贴图或者是照片。然后这一张呢，就是他说他的同事问他后面的火是不是用贴的，还是怎么样？然后人家的回答就是他是用手画的，因为这样子他可以控制每一个火焰的飘动，各种哇，屌的鸭皮真的超屌，就这种屌是心态的屌 ，very crazy。然后这一张图呢，就是为了后面的一张原创而做的准备。那是什么准备呢？就是老师想要表现好粉红色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做了这个测试。那了解老师了，应该知道了，他是为了哪一张做准备？那就是北境的皇女。Holy shit！ 我真的觉得从这一张开始，他又变成一个 next level 了，是真的屌。看一下大图，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屌。你自己看这个细节，你讲离谱吗？靠，是真的夸张。相信有画画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高精细度的细节，你要在就是不破坏比例下去细化它，是多么难的事情。然后还要增加颜色，然后还要笔触什么 blah blah blah， 哇老诶，真的太离谱。以前我不懂怎么形容看到老师的画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就是久了之后，好像有一个很贴切的方式可以形容，但是只是 for 我啦，我看到他的画的感受，就是我感觉老师的画就非常的真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很多笔触是笔触，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笔触的流动，然后他不会去掩盖，就是那一笔就是那一错就错，等下就是一点一点叠，所以就很多笔叠成了这一幅完整的画，连他也没有讲用模糊啊，还是用什么，他就是呈现给你看每一个笔刷，每一个笔触，呸！然后以前我有看过他一个视频，就是讲他练速写的那个东西。然后他也是很 real， 就是展现出来，他就告诉那个采访的人就讲，其实他画的很多也是很丑啊，只是他没有 po 出来。连这种东西，就是他可以很直面的告诉大家，其实他一开始画也画得很烂，怎么样，他不会好像装了自己一生下来就很厉害，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真的人，所以就体现在他的画里，就哇老魏真的屌啊！而且真正的大师就是你到了这个境界哦，你还是有一个学习的心态的，就很哎呦，我不懂怎么形容啊。然后再看一下他一些后期的作品吧，但是真的太多啊，我就挑选一些来看。
哦，对了，这一幅北京的皇女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版本，应该说是第一个完成的版本。老师本来想说，就是这个创作是要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感觉的一个女生，但是她画着画着一直改那个想法嘛，然后改那个光源啊，还是怎么样啊？结果画着画着就是发现有一点阴暗，然后后期又把那个草稿推到前面的阶段，然后再接着细化，所以才有一开始看到的那一张。这一张研磨也是很屌，感觉颜色又丰富了一层。这一张场景也是屌的要皮，然后老师有在微博做一个图文教学，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搜来看。里面有一个要点就是老师以前是做 3D 的嘛，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材质修，就你在开始之前你要把物体的材质，然后颜色照到光的那个反应啊什么的，先做一个记录。如果你在深入刻画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那个记录。然后这一张也是研磨，但是换成了粉头发，我觉得这粉是超好看的，超好看。那个透光的感觉也好，还是他那个眼睛就是黄和粉的那个对比，我的天！然后到这一张原创还魂式，这一张老师就有分享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是原创，但老师还是画了2个草稿。我没有记错的话，老师好像是说这些参考都是自己的，就是拍自己的照片。就其实很多人很避忌一个点，就是用自己作为模特，但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最节省时间成本，然后你也最能做到你自己想要的，然后就定下了一个方向。然后好像是有说这个角色就长得很漂亮，好像女生一样，但是她的身体是男生的，然后她的下半部分是被魔法就是侵蚀，就很酷。然后好像是跟学生一起讨论的时候，发现这个水比较像海，然后最终改的版本就是好像学生提供了一个参考，然后就最终变成那个版本了，真的很漂亮。就是老师画的这种非常冷艳的这种不懂怎么形容的角色，就真的很漂亮，很有那种氛围感，那个味道很足啊，哇！然后到这一张霜，这一张也是屌的亚皮，可以就是用头发作为一个重点焦点，而且感觉阮家老师画头发的时候就不是把它画成像发丝一样一根一根，就我感觉更多像那种透明的丝带，然后还有树根。我不懂我理解有没有错误啊，但是我看到是这样子啊。而且这一张真的是超帅的，就是两边这样子打开这个长构图，すごい。这张雪凝我是超爱的，就整幅画就感觉很低调，然后后面的背景那些树啊边缘又有一些泛黄的感觉，哇，真的超帅。明明是雪地，感觉很冰冷，但是看到后面的树的时候，就感觉非常温暖。这一张上官冰落也是很屌，就是你能想象一个小萝莉，然后用这种超写实的画风来呈现吗？反正我是没想过，而且很和谐，整个就很和谐。哎呀，太多图了，太多了！啊，还有这个中国龙，哇，真的我不知道来形容啊，真的屌，真的屌。然后这个建筑啊，结构方形和方形的堆叠，看着就很舒服，整个节奏。哇，这一张也是绝哦，真的是超帅啊！我已经词语匮乏了，除了帅就是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近期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 AI 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事情啊，或者说看我视频的人，看这张图有没有印象？没事，换另一张。那这一张呢？这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很多人用 AI 来做图，然后导致很多新人很焦虑嘛，然后他们就去喷讲，哎呀，你们不用学好啦，学干嘛？这东西根本没有必要啊！现在 AI 都能替代人类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讲着就是现在普遍也是这样觉得的，因为作为观众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美术功底啊，所以他们的审美阶段就是看不出区别。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很狗，他们会用这些生成的图，然后拿来抨击那些新手还是怎么样。我操你妈！屌你老母！屎忽嘅世界啊！蘇格本尼啊 ！You motherfucker bitch! You gotta suck my！ 不清楚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是变态吗？还是怎样？自己画的不如意还是什么？还是他们根本是圈外人？
虽然也有一些画师，就是前辈画师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觉得可能 AI 是可以被利用了，其实它也到不了就是很顶级的状态，也是怎么样。但是软家他因为这件事情他站出来了，因为他的学生就是被这些人一直抨击也是怎么样，就很焦虑，连他其实自己也很清楚嘛，就是从新手到这个阶段，然后你要想他在这个领域他有这个成就哦，他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他愿意为这些人就是站出来发声，不对，不是站出来发声，而是站出来证明。然后这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人家公布了一个《艾尔登法环》里面的女武神的一个草图，就是示范草图，然后就是让广大的网友可以在30分钟之内生成一个就是对 AI 化，然后帅的就来了，因为不满意成品，然后就说可以延长到1点，然后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满意的，然后就说延迟到下午2点，哇，这整个过程就是超帅的。然后这里就可以看一下那些臭傻逼合成出来的那些图，我不知道合的是什么垃圾，真想一拳干爆他们鼻屎，妈的 fuck。然后人家说的这些话就是非常鼓舞人心，就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啊，但是 for 我自己是很中二热血的人，所以我看这些事情就非常的热血。然后来看一下阮家老师最终的完成品。Holy shit！ 你要拿什么来比这些脑袋生包的一些喷子？反正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我很深刻的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验证那一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虽然不是每个人就是有能力的人都有义务这样子做，但是当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站出来，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的圈子有一个很厉害的人正在做这很酷的事情。虽然最开始只是喜欢他的画，然后慢慢了解他之后，发现他对待绘画这个事情的态度就是非常认真也好，然后一直保持初心也好，然后再到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画师来说啊，就是像我这种 level 比较低的画师，就是会被感染到，甚至是以后你也会想要这样子，可能你可以影响到别人。真的帅，真的帅。其实后面阮家老师也是有总结一些点，就是他觉得 AI 还没那么快能超越人类，然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种科幻的题材是什么啦，他不排斥这种科技，只是说他不应该成为羞辱认真正在学习绘画人，或者是说喜爱绘画的人。就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在对待它，都不应该被嘲笑。反正差不多就这样子，精神弹蹦，真的是精神弹蹦。然后当然也会有些人说什么他可以他要卖课啊，然后要蹭热度还是什么啊。但是其实阮家老师一直他的行为处事就是很低调，然后画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去过多的参与这些事情，然后他是非常少说话了，就是对于这种事情不怎么出来说了，只是因为波及到一些喜欢绘画的人，就是他的学生也好还是怎么样，而且说什么卖课要赚钱啊，或者是说卖画集啊，我觉得更是无稽之谈。就这种等级的大佬，他们接一个商单就多少钱啊？他们需要就是所谓的那种蹭流量，然后要卖课还是什么吗？不需要吧？但我是瞎猜啊，我也不确定啊。指的是就是课和那个接商单的那个价格能不能成正比？不对，是接项目，不是商单。不懂这一期的视频对看的人有没有收获啊？因为讲得很杂，然后也很少讲什么技法什么的，但是能看完也是不容易啊。希望能帮到你们啊 ，peace。然后做一个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